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初学钢琴常常会遇到的3个节奏的问题。那不管你今天是身为这个初学者，或者是你是家长，或者是音乐老师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帮自己或是学生审视一下，说这几个节奏问题是不是已经克服了呢？好，首先第一个就是初学钢琴的时候，很容易会就是一边弹，然后一边在想下面是什么音嘛。那可能因为他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，没有办法自己数节拍，那所以这时候他的速度可能就会飘来飘去，就是有可能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在想拍子，只是呢看着乐谱上面的音啊，然后依序把它弹出来而已。这个的解决办法呢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找一个公正的第三方，也就是节拍器，让他来帮你数拍子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一开始都会很排斥节拍器，就会觉得可能绑手绑脚的啊，或者是被束缚住的那个感觉。但其实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即使是学琴多年的人，都还是会对着节拍器练习的哦。所以对着节拍器练习这件事情，可能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跳过的步骤。特别是一开始啊，就是这个节拍器很重要，它要训练你在心中所数的这个节拍啊，能够稳定。好，那当你已经被说服了，愿意拿出节拍器来练琴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可能我一开始是有对到的，但是后来就突然分家了，然后突然迷路。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这是一个蛮常见的问题。那我觉得这中间比较需要克服的问题是，你在一边弹，除了要留意手部的动作之外啊，你的耳朵也要打开，就是你要去听节拍器它现在数到哪里。但是很多人啊，在这边他们就会因为手上要弹的都来不及了，就可能没有办法顾及到听这个节拍器的部分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如果是我学生的话呢，我会请他们就是先不要弹，然后呢就是专心的听着节拍器的声音，然后先用打节奏的方式。那打节奏如果他都打正确，然后是理解的，才会再带到钢琴上。那我也曾经真的遇过节奏感真的比较没有概念的人，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数比较大声给他听啦，或者是搭配一些比较大的手部的动作，让他能够知道说现在的拍点在哪。那如果他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在稳定的节拍上面的话呢，我就会采取下一步，就是呢，我可能会问他说：“我可以拍你的肩膀吗？”因为我怕有些人不喜欢被拍肩膀。如果他说 OK 啊，我就走到他后面，然后帮他拍肩膀这样子。那通常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啊，学生他就可以感受得到拍点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直接跟他有关联的触觉。原本可能在弹的时候耳朵听不到，那但是这个有人碰你，你就可以感受得到，这个实际上拍点在哪里这样子。那虽然我不可能说每一天他练琴我都在他旁边，但是至少他能够感觉得到说他是跟着节拍在弹。是什么感觉？那小时候我们都是用这种传统节拍器，我还特地回去拿，这是我小时候的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啊，我都是用这种数位的节拍器。那其实这2种节拍器都可以，只要你用的习惯，你会用就好。只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听不太到节拍器的人，你可以尝试用第3种节拍器，就是会震动的节拍器。那我现在就戴在手上，是这样，好像还蛮大的哦。我们一般用节拍器是用听的嘛，那这种它是实际的，就是在你手上震动这样。你看你要戴在哪里？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像手表一样这样戴着。那它还有附一个比较大的、比较长的绑带，你可以绑在手臂上，或者是你想要绑在大腿上也可以。它的震动幅度其实还蛮大的，所以即使你在弹琴是一个会动的一个情况嘛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它的这个震动。这真的还蛮酷的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第2个初学者常常会有的拍子的问题，就是常常会不知道怎么对节拍器，那又或者是说节拍器不知道要调多快。我相信这一本哈农应该很多人都有弹过，你可以看到音阶的这个 part， 然后上面有写4分音符等于60到120。那这边有几个重点，首先就是这个数字是代表什么意思，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前面要写这个4分音符。这个数字呢，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节拍器上面看到的数字，它的单位呢是 BPM。就是 beats per minute， 它1分钟会打几下，所以如果数字是60的话，代表它1分钟会打60下。然后它前面写一个4分音符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它打一下是代表一个4分音符，所以每分钟会有60个4分音符这样子。如果你觉得60有点太慢，你弹起来会有点不平均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数字呢往上乘以2，但是它打一下的意思呢就变了哦，打一下变成4分音符的1半，也就是8分音符。这样
样子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掌握它的速度。虽然不是每一首曲子它前面都有标示这个 BPM， 但是你可以参考它前面写的一些速度术语，或者是直接跟老师来讨论说用什么速度来练习会比较好。第3个初学常会遇到的问题呢，就是常会搞不清楚8分音符、3连音还有16分音符，特别是在拍子做切换的时候。那我常会给我的学生做一个节奏训练，通常他们做完这个节奏训练啊，如果都 get 到的话呢，他们节奏感马上进步。就是呢，我会给他们一个稳定的拍子，然后呢，要他们在这一拍之内呢，分别先帮我平均成2份、跟3份、跟4份。比如说，我现在速度调60好了，好，然后这个稳定的节奏下去之后，在一拍之内平均2下，平均3下，再平均4下。然后要这样切换，这样子呢，他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一拍要分成2份、分成3份跟分成4份的区别。那这样子呢，在切换的时候也会尽量把音弹平均。比如说，我举例这个小奏鸣曲第1首好了，这首曲子啊，它有出现8分音符、3连音跟16分音符。那很多人在切换的时候可能会弹得不太清楚。以上呢就是3个我整理出来，我觉得初学比较会容易遇到的拍子的问题。那我自己在练习一些曲子的时候啊，我也一定会拿出节拍器来练琴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太排斥节拍器，好吗？那如果呢，你们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个会震动的节拍器有兴趣的话呢，我有帮大家要到一个折扣码哦。详细的资讯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所以呢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。那如果看完影片呢，大家也想要跟我分享一些你们遇到的一些节奏问题啦，或者一些经验分享什么的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其实2年前就有学生有跟我分享过这个会震动节拍器，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，真的假的？有这东西太新潮了吧？后来我实际使用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用的。然后你戴上来之后啊，你就转外面这一圈，然后转1/4圈至少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有点被唤醒，你放在上面停顿一下，好，它已经醒来了。然后接下来如果我要让它开始打节奏的话，我就快打2下，快打。我刚打2下之后，它就会开始打节拍嘛。那它也有搭配免费的 App， 所以你其实可以在上面调你要的速度这样子。如果它这个速度我觉得太慢了，我要快一点，我就调，它频率就会变快。那或者是调慢就调另外一边，随时按2下让它就可以暂停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如果你要给它一个速度的话，你就拍3下给它。它就照你刚刚拍的那个速度，然后给你这个速度这样子。然后我自己也有实际给我学生使用，然后我发现学生使用这之后，他们就超喜欢用节拍器，就觉得哇，这是什么很好玩哦。然后就是常常都会抢着要带这节拍器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身为老师的话，好像也可以给学生体验看看。然后记得你去触碰它的这个面的时候，都不要用指尖，就是用这个一大片的肉这样直接放上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最后如果我要关机的话，我转一下，让它休息吧。就休息了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呢，这个好，那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。那如果说你本身你用你的节拍器已经很习惯了，那当然没有问题，你就继续多多使用节拍器这样子咯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